明明在扎波罗热难以突破，乌军还是增派大量兵力，不仅出动了王牌部队之一的第4期机械化旅，就连战略预备队都上了战场。不可否认，扎波罗热确实重要，乌军选择在这个方向猛攻，除了想要突破俄军第一道防线以外，同时也在执行一项重要任务。没错，帮助测试美军新战略，这一点已经得到美国媒体的确认。五角大楼将根据乌克兰战场情况，尽快制定和测试新的军事战略，并且要在年底之前提交。美军为什么这么着急？通过乌军在扎波罗热的反攻，在测试什么？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陆军的重要性越来越弱，与海军、空军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因为从海湾战争开始，美军就注重空中优势，至于地面火炮之类的武器，地位倒是越来越低。在阿富汗战争开始后，美军地面重火力更是成为边缘的存在。但随着重返欧洲，美军发现对手火炮射程已经远远超过自己。作为陆地作战的两大火力平台，自行榴弹炮与坦克还是有多种不同的。榴弹炮呈抛物线射击，通常在战线后方作为支援火力。榴弹炮性能高低受到精度、射程以及射速的影响，这让美国陆军感到了一些压力。因为陆军现役的 M109 自行榴弹炮有些老旧，从60年代就开始服役了。虽然最新型的 M109A7 整体作战能力已经有了很大的增强，但由于使用39倍镜的155毫米火炮，即使发射 M981神剑制导炮弹，射程也只有40公里，并且没有自动装填系统。在有限地面战争的情况下，美军在与对手展开拉锯战时，就必须提高地面装备的火力与射程。所以，美国开始对蔚蓝火力系统中进行投资，着重提升3个关键能力中的射程与精度，称为远程精确火力计划。但陆军火力系统也需要机动性，缺乏取代现役155毫米自行榴弹炮的武器系统，比如斯崔克旅装备的 M777 榴弹炮。目前美军正在研究利用常规火炮进行远程精确打击，增强陆军在战场上的远程打击能力，开发 ERCA 远程火炮系统。计划产物就是 XM1299， 这是一款155毫米的自行榴弹炮系统，也是世界首款58倍镜榴弹炮。仅从外观上来看，就比普通自行榴弹炮炮管长上许多，射程比美军现役的标准榴弹炮增加了3倍。80年代，美军曾启动 XM2001 自行榴弹炮研发计划，但却花费了10几年才完成样车。这款武器系统由 XM2001 155毫米自行榴弹炮与 XM2002 供弹车组成，采用了 M1 主战坦克的通用底盘，具有24小时全地形全天候作战能力，应用了最新的车载式网络化信息处理技术，具备自动化火力控制和指挥控制能力，采用了56倍镜榴弹炮，基线射速可以达到每分钟12发，发射普通炮弹时射程为40公里，发射增程炮弹时射程为50公里，战斗权重达到50吨。动力系统与 M1 主战坦克相同，装弹车和自行榴弹炮部分有连接装置，可以自动向自行榴弹炮供弹，最快补充速度为10分钟48发。另外，装弹车还配备了自动收放起重机、铰链式供弹系统以及燃料储存输送系统。武器操控系统把自行榴弹炮和装弹车操作一体化，同时集中在一个操作面板上，运用现代电子数字技术，让武器系统整体化，同时可以统一操控，曾被誉为世界最好的自行榴弹炮。然而，美军高层认为，自行榴弹炮在战场上的作用越来越小，已经不算是必需品了。远程火力打击完全可以交给空军来做，最终还是取消了 XM2001 的后续研发计划。陆军只能继续将 M109 系列作为主力履带式自行榴弹炮。但随着各国火炮射程越来越远，美军还是忍不住着手研发下一代自行榴弹炮。
在美军进行远程精确火力竞标之后，英国 BAE 公司获得研发合同，当时被称为 M109A8， 后被正式命名为 XM1299。另外，还将研发全新的增程制导炮弹。从外形上看， XM1299 大体上是基于 M109A7 自行榴弹炮，不过 XM1299 自行榴弹炮所进行的升级并不会应用到 M109A7 上面。确切地说， XM1299 是另外独立增设的常规火力系统，它拥有全线的炮塔、底盘以及自动弹药处理系统。 XM1299 采用了一门58倍镜的155毫米 XM907-12榴弹炮，通过增压推进技术，可以将炮弹射程提升到65公里，远超美军现役火炮。在 XM1299 原型车上还拥有一门装在车顶的 12.7毫米重机枪，量产型将装备一个远程控制武器站，车长可以遥控射击 12.7毫米重机枪或发射40毫米自动榴弹发射器。 XM1299 车组人员由4人组成，包括指挥官、炮手、装填手以及驾驶员。另外，美国还将研发火箭辅助制导炮弹，射程超过70公里，命名为 XM1113， 计划取代 M549A1 弹药。从现有的39倍镜155毫米榴弹炮系统发射时，射程就可达到40多公里，射程远、精度高。美军通过提升火箭发动机推力与优化弹体外形，来增加 XM1113 炮弹射程。配备的高性能火箭发动机是现有 M549A1 弹药的3倍，流线型弹体也能降低飞行时的阻力。另外， XM1113 利用不敏感弹药标准的装药，取代了传统的 TNT 高爆炸药，稳定性更好，对外部刺激的反应也更小。除此之外， XM1113 还能与 M1156 精确制导套件兼容，该套件具有 GPS 制导能力，可以简单的拧在155毫米炮弹的引信位置，为其提供精确制导能力。在2020年，美国陆军进行了 XM1299 自行增程榴弹炮的实弹射击测试。XM1299 榴弹炮向65公里外的一辆靶车发射了2枚 XM1113 精确制导炮弹，精确摧毁了目标车辆。除了 XM1113 助推制导炮弹外，美国陆军还计划研发另一款炮弹，被称为 XM1115 制导炮弹，拥有更强大的制导能力，可以打击陆上或海上的高价值目标，专门在缺乏 GPS 信号的环境中使用，防止因敌人切断 GPS 服务，从而导致美军炮弹失去指导能力。XM1115 采用了冲压发动机，在炮弹射程方面的提升非常明显，相较于火箭助推的 XM1113炮弹， XM1115 射程增加 50%， 可以覆盖8倍于前者的目标打击面积，射程将达到100公里以上。在 XM1115 还拥有大型尾部控制表面，外形上更像导弹，发射初期采用弹道飞行，中段展开小翼巡航，末端采取攻顶。不过 XM1299 想要在战场上形成有力压制，离不开一个装置，那就是全自动装填系统。凭借这套系统的加持下， XM1129 可以实现一个技能，那就是多枚炮弹同时命中，可以按照计算好的时间差、发射角度差以及发射药威力差异进行安排，让这些炮弹会同时落在目标上，将产生了强大的突袭效果，让敌方来不及反应。当 XM1129 配备自动装填系统后，一门 XM1129 的火力可以抵得上2到3门 M109A7， 在射程、射速、杀伤力以及生存能力等方面， XM1299 都已经超过美军现役自行榴弹炮。待正式服役后，型号会更改为 M1299。至于这种武器会不会改变陆战火力打击的游戏规则，我们可以拭目以待。但下面一款超级加农炮，火力军觉得才是真正的游戏规则制定者。在沉寂半个世纪之后，超级巨炮再度出现。美国陆军重拾这个理念，研发战略级远程加农炮，最大特点就是射程远1600公里。从德国的南部开炮，炮弹可以直接打到莫斯科的郊区附近；从日本东京开炮，能够直接轰击韩国首尔。如果加装到美军战舰上，从北海也能炮击莫斯科。毕竟在美国多域作战的概念中，
陆军会率先突破敌方防御体系，为联合部队创造机会。这就意味着陆军需要远程精确火力的加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战略远程加农炮。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规避中导条约的限制。当然，现在美国已经退出了中导条约，但研究都已经研究了，总不能不用吧？谁会拒绝成本50万却能射1600公里的炮弹呢？按照设计要求，这是一门大口径的常规榴弹炮。不过尺寸超过当前大部分榴弹炮系统，榴弹炮系统内置 GPS 导弹系统，打击精度在10米以内，炮弹射程超过1600公里，这个射程拿来干啥都行。至于机动性方面的问题并不重要，都已经达到这个射程了，谁还和你玩对轰啊？敌方战斗机连榴弹炮的影子都看不到，安全性肯定能够得到保证。按照美军的说法， SLRC 这种超级巨炮的定位就是高超音速导弹的补充武器。毕竟高超音速武器虽然速度快，打击能力强，但毕竟成本比较高。俄罗斯的匕首导弹一枚1000万，只能打击那些高价值的目标，像那些小型便宜的软目标打了就亏。但 SLRC 超级加农炮不同，这是一门榴弹炮，可比导弹的使用成本小多了，一枚炮弹估计就50万美元，而且 SLRC 在应对体量相等的对手时作用很大。毕竟在这个时候，空军不能在天上随便飞，陆军也不能完全依赖于空中的支援，靠 SLRC 这种上千公里的射程，在防区外就能对敌方雷达阵地发动攻击，上来就是覆盖式轰炸，凭一己之力将战场的距离进一步缩小，还能降低陆军对空中火力支援的需求。不过想要实现1600公里射程还是有些匪夷所思的。对于榴弹炮来说，要想射程远，就需要提高炮弹离开炮口的初速动能，炮弹的飞行阻力也要小。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将炮弹加长，多使用一些发射药。美军改装老旧 M109 自行榴弹炮，就是利用了加长炮管的做法，射程随便提升几十公里。从美军公开的照片来看， SLRC 依旧是传统身管为基础，但是长度不在一个级别，有可能采用了电磁发射和身管榴弹炮相结合的技术。与传统的化学发射方式相比，电磁发射能够提供较大动能，可将弹丸加速到化学发射难以达到的高初速，而且射速可以随便调控，精度高，射程远。而在炮弹方面，想要实现更远射程，大概有3种方式。第一个就是全新的榴弹炮发射药技术，比如火力军前段时间所讲的第4代炸药之王 CL-20， 能量密度更高，燃烧效率更高。第二个就是采用火箭助推弹药，进一步提高射程。第三个就是依靠较高的飞行速度将炮弹发射到大气层，减少飞行阻力。不过如果按照美军暴露出来的照片来看，采用的应该是第2种，在炮弹的屁股后面加上一个冲压发动机，然后配合 GPS 导航，把打击精度控制在了10米之内，跟现在155毫米口径榴弹炮的打击精度差不多。同时根据精确的计算和预判，还可以打击地面移动的目标。只是需要注意的是， SLRC 榴弹炮的射程是增加了，但本质上是榴弹炮和有2次助推性能炮弹的结合体，并没有采用什么新技术，跟火箭助推滑翔增程制导炮弹与巡航导弹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在拦截难度上跟高超音速导弹不在一个级别，防空系统把它拦截下来应该不是很难。让火力军感到很可惜的是，在2022年的时候，该项目就已经下马了，因为太费钱了。本来拨了7000万美元，但是不够用。美军估计继续研发 SLRC 可能需要数十亿美元，还不如拿这些钱来研究 XM1129 远程高超音速武器，以及 MRC 中程反舰导弹和精确打击导弹项目。毕竟就作战效能来看，一款榴弹炮主体花费10几亿，然后再配一个50万美元的炮弹，实属没必要。至于从海上打击莫斯科，只是存在理论可能，万一研发出来之后只能用于陆军，这10几亿美元就更亏了，还不如造个几十发高超音速导弹实在。虽然这个项目下马了，但美国陆军追求远程精确打击的想法并没有改变。不知道美国以后还会拿出什么样的黑科技。好了，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